我这有100块银元啊，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这是我以前开友谊町的时候，一个小伙子当钱花的。你看能不能在北京买3套豪宅？100块银元想在北京买豪宅，而且一买就是3套，你这口气可不小啊！我也瞅瞅。不是我口气大啊，是我这银元物超所值。哦，90几年的时候啊，那小伙子家在北京就买房子了，都是大头王。你得把那个王字去掉。我看你这全是冤大头，冤大头和大头王一字之差，那价格差别可是巨大啊！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些银元都是一眼大开门。90几年的时候虽然说都有假币了，但是你这些却不假。我看这都是常见的通货大头，在北京买3套豪宅你都不用想了。你这老板说话咋能绝对的？啊，不是我想在北京买豪宅呀，是那网上的专家说的，我这都是大头王，一个我卖80万啊！一块80万的话，那100块价值就8000万，按8000万在北京确实能买房子。可网上专家给你报了这价有点可笑，刚才就说了，他用词有误，大头王指的是甘肃佳子，你这里边别说佳子了，目前为止我这一块甘肃都没看到。我跟你说，人家网上专家他不会忽悠人，人家给北京写字楼租的都房子，实力绝对高得很，绝对不可能骗我的。北京确实是寸土寸金的地方，租金肯定不便宜。咱们重点还是说你的银元，确实不是什么大头王，大头王指的是流通过的银元，而且是最贵的。所以那个甘肃佳子啊，当仁不让。既然是甘肃佳子，你虽然不懂，但是你也看到了，这上面一个字都没加。你也不用给我讲那些没用的专业知识，大不了我再放个几十年，反正都是10块8块收过来的。那你这成本价确实便宜。我们个人都知道，这个纯食量少了这个东西啊，越放越值钱。可是你这也得分啥的银元啊？网上现在有很多专家专门靠估高价来吸引眼球，尤其是你们这些似懂非懂的小白，最容易信以为真了。我绝对不是小白，如果我要是小白，咋可能千把块钱换回来这几千万的银元呢？你说，你给我多少吧？哎呀，我给你的价钱可能让你如梦初醒，只能说啊，你90几年建了一个大楼，那时候能拿银元去玩游戏的，要么不懂，要么就是年龄小。因为过去家里边有银元的很多，加上他也当时也不值啥钱。你要是现在的孩子拿出来一块，那父母肯定给你不愿意。这种冤大头最值钱的就是那个甘肃佳子，我们行内俗称大头王。由于它的发行量比较少，一般我们个人家里边有的呀也很少，找出来一块就相当于是大海捞针了。而你这100块大头王，这很不现实。因为我简单的给你过了一遍，这些都是普通年份。因为冤大头4个年份里边啊，最贵的只有8年，通过8年现在也就2000多块钱吧，相当于2块的普通大头的价格。状态你这都算是通过状态吧？现在市场价1000一块，100块大整张10万块钱。你这个估价真让我大开眼界，100块银元才给我10万对，太可笑了。这还没有人家北京的专家给我1块银元的多嘞。刚才我就说，真实的冤大头价钱，它就1000把块钱一个，你想卖80万一个不现实。你千万别相信网上专家给你乱报价，因为他们都是有目的性的。冤大头的纯银质量都数以亿计，好几亿枚。你想想，价格也非常透明。你不信，你可以多去实体店问问嘛。我咋不相信实体店呢？刚才我去了一个寄卖行一个才给我600，瞎扯淡的价格呀！我扭头就走。600肯定是有点扯，但是人家开店也要挣钱，正好你这也没卖。这一家不靠谱，完全可以找另一家嘛。你不能因为一家实体店打翻所有实体店啊！你无论怎么着，对不对？这也不能乱相信网上那些专家，人家80万一个的价钱实在是太扯了，你千万别信以为真。好了，你也别说了，你这估价叫我气得肚子疼。你拿着再问问。我就纳闷了我这个破月，你说啥呢？忽然间变成了香饽饽了。给俺媳妇加工手镯的时候，进来老板找着我给我钱还。倒找钱很正常。你说现在谁还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呀？人家老板大家店的累不说，加点钱给你换成品有钱赚啊！因为你这个是军阀币上5星啊。我确实对银元不懂以前银元不都几多块钱一个吗？对。现在时代
变得太快了吧？我还是我落伍了吗？那是。这两者都有吧。以前像那种普通的小豆，确实是几十块钱一个。随着这些年的经济水平提高啊，各种银元的价格也相应的水涨船高了。更何况你这个可不是普通的小豆啊，和小豆90%的相似，唯独这2颗五星啊，你看非常显眼。我看着都差不多，啥5星6星的，都一样。对啊，我年纪大了，眼看花了，啥都看不见了。啊，你我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没关系，我给你讲明白就行。5角星和6角星也就一点细微的变化，但是价格相差甚大。因为上5星这个版啊，它的存世量比较少，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不然的话，也不会拿这个去加工银手镯啊。这些老板都没给我讲这些东西。他刚开始说免费给我换一点儿。他一看我犹豫了。他要准备给我加300块钱给我换。给你加钱啊，说明有利可图。刚才我都说了，用银元加工银手镯，不止你们顾客不划算，对加工师傅来说也有难度，因为银元是9银1铜，含银量不纯，加工起来比较麻烦。所以现在今年啊，遇到你这种情况，一般都选择换购。我说实话嘞，我始终都不想换，因为啥嘞？我因为害怕他那首饰不纯，没我的银元银纯。没想到他今天还管给我加到2000家伙。加钱越多，里边越有学问，因为你这个是上5星军阀币，其实它的含银量和普通银元一样，都是9银1铜。说实话，你这还真没有那个朱银首饰银量含银量高。如果你想换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机会，可以换。那我都想不明白了。一会儿说我的银元好又一会儿就我给他换得换，到底是赚是赔，谁吃亏啊？这是。那你依我看的话，肯定是你赚便宜，他吃亏。因为我看这个首饰店老板也是半斤八两，他这个主业啊，平时也就加工个首饰之类的，经常接触的也就是金银多一些。是不是银的，他绝对能看个8、9不离10，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才会免费兑换到加300，又到最后给你加2000，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好版上5星，你搁平时根本我们就遇不到。这个常见的顺小豆银元啊，现在也就5、600块钱吧。加300给你换可能够本，加2000给你换的话100%吃亏。但是他知道你这个其1是银的，其2是上5星好版，却不知最重要的一点，你这个上5星我看不对。首先你看它这个包浆的并不是一眼开门的那种，然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是太好。你依我看的话，你这一块就是真银假币吧，市场价200块钱左右。不可能是假的了啊！这我可是25年前，我价钱比一般的银元高一点的价钱我买的那个银元是台州的。跟人家的图样不一样，我那当时也是120买的别人的。25年前那确实有这种真银假币了，那时候银元才50块钱一个。相应的银子也便宜啊，那时候才快8钱一颗，20多颗银子成本也就30多块钱吧，再加上人家费功夫做成了银元，120块钱，那还是有钱赚啊。那我就不管了反正我是走到一个赚钱的门路了。5、6百我可以买一个小头我去加工，管他是啥鸡好羊毛不好羊毛了。你准备好他的羊毛？我看咱俩聊半天了，你这还多少没听出来？你600买一块普通的孙小头，人家金店老板啊，肯定能看出来是一块普通的小头。人家之所以给你出2000，完全是看中啊，你这个是上5星的好版。现在你鉴定也是真银假币了，你建议你也别跟人家换了，人家做生意，毕竟还是挺难的。你就别管这了换不换是我的本事。好，到时间再讲吧。谢谢你吧，谢谢你。没事，不用客气。哎呀，银砖啊，这是。来，搁地上看看。好，搁地上看看。搁哪弄来的银砖？这个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他是祖传的。祖传的银砖。我换那个黄金首饰。过来给你换黄金首饰。对。乖，这银砖。你帮我看一下真假。看看真假，你手丢了被压住了。咦，还有那沉了。他说他搁哪弄的？他说祖传的。祖传的。你看这上面2019。这是前个的银砖，前个生产的，这哪是他祖传的呀？开玩笑。他说是祖传的，我也没仔细看。上面还有重量，这应该是18公斤，应该算是36斤。36斤多。他拿过来干啥来？他得换点黄金首饰嘛。你的算是你的客户是吧？我的客户，你看这我真假是吧？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真的，因为啥呢？这是说白了，这是从这个黄金交易所出来的银砖，这不是他祖传的。
然后你换黄金，等于说银子换金子嘛。啊，对啊，2019是的。对对，2019啊，对，银子换金子的话，你给它折算一下不就行了吗？对吧？按照当天的那个啥银料价给金料价一折算，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不知道真假那么大一块。那么大一块，说实话，我等一会儿给你用机器过一下，检验一下，怎么着？少叶子就。对呀，不是少叶子少不花，这家伙36斤，哎对，切开，哎对，给你到时候给你切开，你切4瓣或者是切8瓣都可以。切完之后呢，我给你再检验一下它的含银量，怎么着？好。哎，不过话说了，银子换金子，不过反正只要是那么大的东西都好出手，知道吧？对。哎。我验一下吧，我验一下。中，等一会儿给你验一下。我看你咋给它折算啊？可以。你这个几个又是一个大活啊？这也值几个钱啊？那是嘞，你这黄金哥，说实话，确实不赖。好。哎，生意你给我验嘛？中，我这都给你去验验。好。哎，今个又干个大活呢，又歇个大活。谢谢啊，不客气。好。前几天下午，店里来了一位女子，怀揣着一个报纸卷，从里面取出家里祖传几代人的金印。说如果不是准备去郑州买房，绝对不会轻易拿出来变卖。话里话外的意思应该是能卖不少钱。我按照行规伸出5个手指头。女子听完立刻变得警觉起来，说我啥都不懂，还真敢蒙人。前几天下午的时候，店里生意也是异常的火爆。就在大家都忙碌的时候，一位30多岁的女子捂着兜子来到店里，看顾客都走了之后，女子急匆匆地来到我面前，说自己今天来就是变卖祖传的金印的。说话的功夫就从怀里掏出一个报纸卷，径直的打开，拿出金印。我接过女子的金印，简单的看看，是一个天狗的造型，呈半蹲状坐在印上。翻到金印的下面是红底繁体字，因为鄙人学问有限，具体是什么字也读不上来，颜色倒是发浅，尤其是狗身上有很多黑点，拿在手里也不是太重。往秤上一称，只有76克多的重量而已。原来女子拿来的金印是自己家里祖传下来的东西，据自己的父母交代，这个金印还有一定的出处，就是之前祖上在兵部人差，当时这个大印是用1斤的黄金打造的。因为过去自己祖上门庭显赫，所以当传家宝一直流传至今。要不是准备在郑州买房，绝对不会拿出来的。听着女子的讲解，我只能是她说我点头。这话该说的也都说完了，其实他的意思非常简单，就是想着这个东西应该不少值钱。看我称完重量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算算多少钱吧。其实我也看半天了，直接按照行规伸出了1巴掌，说最多就有给你50吧。我当时是很自然的报价，没想到女子听完立刻开始警觉起来，说我简直就是在胡扯，过去的一个黄金大印就给50，说我啥都不懂，也没有说出来一个道，质问我收古董难道都是靠蒙吗？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只笑不说话，我就知道这个能值多少钱，他肯定比我清楚。当然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肯定不会再多出钱，50块已经很对得起他了。说实话，这个金印不含任何黄金，颜色看上去就不对，随便拉一个不懂行的也能看出来。我真怀疑他是怎么把现代的东西往祖传几代人身上扯的，还是应了那句话，纵使你说的天花乱坠，不过带的东西咱坚决不要。大家觉得呢？我手里拿的这块7分面币，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拿来的。他说这块银元是爷爷送给自己的，说今天拿过来就是想卖掉变现，准备带着钱去给媳妇买手机。我接过男子的银元一看，立刻按照行规伸出1巴掌。男子看了看我的手指，满脸疑惑地问为什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店里忙碌告一段落，一位20多岁的男子慢悠悠地走进店里，进门就问是否回收老古董，从兜里掏出一个黄色的手绢。经过一番折腾，我终于看到这块7分面银元，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总感觉哪里都很浮躁。放到秤上一称，显示26.1克。拿着银元就开始问年轻人想要干什么。年轻人不紧不慢地开始说话，说这块银元是爷爷送的老物件，说是让自己拿着玩，意思就是好像值点钱。当时自己啥都不懂，拿回家就放了起来。正好最近自己媳妇缺一个手机，这才想起来爷爷以前送的银元，自己翻箱倒柜找出来，在网上查询了一下，看到6位数的参考价，高兴坏了，所以这才拿过来变现。
听着男子讲银元的来龙去脉，我当时开玩笑的说，这个恐怕要令你失望了。你看这块银元颜色发浅，做工有点浮躁，而且边齿也很厚，凭借它的重量，感觉应该不像银子。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男子说这样的银元很少见，而且已经让自己的邻居看过了，都叹为观止的说第一次见，你是不是第一次见？他的这句话直接把我问住了。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见这样的银元，但是可以肯定不是银的，我直接把实话说了出来。男子直接面无表情，说还是看看多少钱吧。看来他也是不想继续听我说下去了。我直接按照行规伸出一巴掌，说5块钱不能再高了。男子看着我伸出的手指，满脸疑惑地问为什么。我说像这样的银元既然不是银的，都是大批量生产的，直接按斤卖的。其实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男子就急急慌慌地开始包裹银元，火急火燎地离开了。就像刚才男子拿来的银元，如果真的是过去纯银的，说实话还真是不少值钱呢。但是材质是白铜的，连银子都不是，只能说是几块钱的东西了。至于他拿着银元想以次充好，或者是想要卖高价，只能是忽悠不懂的人了。话又说回来，不懂银元的人会买这些东西吗？大家觉得呢？老板，哎，我让你看一块东西。哦，一块银元。对俺这个朋友啊，是真的不地道。啊，他结婚的时候，我给他随500块钱的礼。这前2天我结婚，他从他家里给我拿一块这给我了。哦，这是遇到啥事儿了？他结婚的时候，你看我给他随礼随500块钱，这可咱这也算多了吧，对不对？那是。500在咱这个小城市结婚随礼算不少了，一般礼尚往来、人情世故也都200块钱，只有关系特别好了才会随500。看来你们俩也算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对呀，我把他当朋友，他这怪好。不但不给我拿钱，从他家里边拿一块破这银元给我了，还说以后管当传家宝。哦，你这个朋友能从家里边拿出来这块银元啊，这说明他家在过去应该是地主啊，不然不会拿出来一块银元送给你。至于你这个说了结婚没有给你随礼，却给你送了一块银元，你感觉这块银元还不如这500块钱？那肯定不值500块钱啊！以前俺家有银元，几十块钱一块都卖了，都不值啥钱。几十块钱一块卖了，这说明那时候你卖银元的时候应该时间长了，最主要是你对银元还不懂。我先来给你讲一下，你认为这块银元不值500是低看了，最主要是你对银元不懂，所以才会对你这个朋友啊有误解。这有啥误解？他都感觉他家里面有银元，俺家没有，就拿着专门气骂我嘞。那你认为这块银元能值多少钱呢？值多少钱？这一块银元，这么大一点银子，那商场里面卖的那银肉镯不才10几块钱一颗吗？这最多2、3百块钱呗。你不能这样算，你这个按银子算的话，它确实是不值啥钱。感觉你给他随500，结果他送给你一块银元，也就值2、3百。这事儿说实话，放谁身上是越想越生气。还是那句话，你对那朋友有误解。首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这块银元啊是一眼大开门，壁面非常干净，属于传世宝奖。像那朋友说的那样，适合当传家宝。银元谐音姻缘，你看结婚嫁女接物高了呀，都讲究送这个。说实话，送这个要比送钱更有传承意义。因为银元啊是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你想一想，以前恁家里边也有，因为这个种种原因能把它卖了，是吧？对啊，那时候才卖了几十块钱，而现在的这个银元啊，已经是今非昔比了。你的这块是属于大清玄山龙阳3剑客之一，是目前这个银元里边啊最热门的币种之一。你说你现在按银价去买的话，你这个把咱这个城市啊翻一遍你也买不到。大清玄山呢有3个班，深班、前班和安后点。你这块你看银字出头，然后这个是属于双眼皮儿，云啊也出云了啊，这是属于典型的深班。因为银元在过去啊，它是属于这个流通货币，有少许的这个流通痕迹啊，也都属于正常。我看你这个地方，看这咋摔了一下。
是的呀，我想中他又不值钱，昨天我都有点生气，从盒子拿来的时候摔了一下。摔了一下，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啊？和他的这个状态密切相关。别的咱都不多说，就因为你昨天生气啊，摔了一下，就这个地方，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你这一下子损失2000块，相当于2000块钱没有了。2000块钱没有了，那这块银元到底管值多少钱？那值多少钱？就目前你这个状态的话，我给你看，6000块钱完全没问题。6000？对，你可别开玩笑。我不开玩笑。这既然看你那么专业，我正好急用钱嘞，6000给你了。给我。对，完全没问题。你这块银元，说实话，6000块钱，我能捡个小漏。哎，实话实说都是这。捡个小漏。对。我看你真想要，那还是算了吧，毕竟俺朋友给我的，现在卖了也不合适。那是嘞，确实，这个朋友送的也算是一份心意啊。如果说你不缺钱的话啊，最好是也别卖。说实话，你这朋友还不错，可以长时间相处。因为你对银元不懂，哎，有点小误会也算是正常吧。哎，你看你卖不卖？不卖了，那给我吧，我先留着吧。哎，还留着吧。中。这个恁朋友不赖，确实不错。说实话，能送你7000块钱银元，比500块钱强。是的，中，谢谢你啊，老板。不客气，不客气。大家好。最近有很多朋友，家里放的有这些过去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这种老银手镯啊，让我来给他做一下参考，就是有没有存放的意义啊？说到这个过去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这个老手镯呢，我们要说一下它的来源。就像我手里拿的这个老式的银手镯。就是过去啊，很多的老一辈人他们当做嫁妆给带过来的，因为在过去呢，大家都知道这种老式的银手镯呢，我们一般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话，他们都会当做嫁妆啊带进来，然后一戴就是一辈子。当然，有没有存放的意义，像这些过去的老银手镯呢，首先来说它的含银量，大家都知道这种过去的银子它并不比现在的银子要纯，它的含银量大概基本上在70%到90%左右啊。有没有存放的意义呢？首先我们要看它的这个做工，因为我们这个老一辈人留下来的银手镯有很多基本上都是戴的有磨损啊，就像保存完好的几乎是很少，是吧？我们有没有存放的意义，首先要看它保存的怎么样啊。当然了，很多朋友都说，就像那些已经有残缺的老式银手镯，既然没有存放的意义，我们该怎样来处理啊？这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啊。如果说存放的比较好的话，就像老一辈人留下来的，说实话，这种老式手镯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有很多的意义的。所以说我们下一辈应该好好的保存它们。就像有一些很多朋友，他也是就是有一些老手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已经磨损的，已经戴不成了啊。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就是直接换新了啊。因为啥呢？因为这种银手镯你放呢，说实话，你不如直接换一个新物件，对不对？具体要怎样对待，这是今天我拍视频想给大家要交流的。如果说保存的完好啊，有纪念意义，你可以继续的替老一辈保存下去。当然了，就像一些残缺的啊，你也可以啊换一个新的啊。所以说呢，今天拍这个视频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到大家吧，帮大家能够参考一下我们的老式手镯该怎么处理。哇，卖金砖啊，那么多！哇塞，我看一看啊，这全是1000克的，全是1公斤的。哇塞，这厉害了！这金砖什么时候买的？这个是00几年的时候最贵的时候买的。
，0几年的时候，哇，这人庄现在。当时在广州都可以买一套房的。啊，当时在广州可以买一套房，这正儿八经的，这金砖啊。啊，当时买套房，你为啥也买了？咱俩买金砖，那时候想着投资嘛。等于说是跟风买的是吧？对，被套牢了。那被套牢了。当时最贵的时候，你等于说是买的时候200多还是300多？300多。也是300多。后面又舍不得卖，可以。后面又舍不得卖，一直被套牢。你这钱是，你当时也挺有钱的，差不多100-200万了。是啊。对。然后今天为什么要卖了？今天想卖了，拿来干嘛？房子。卖了，现在买房子。那你现在7公斤的话，也就是7000克，7000克，你现在卖顶多也就200多万。你现在在广州买不到房了。那也没办法。没办法。去年400多的时候，你为啥不卖呢？想着它涨得再高一点呗。你想着去年400多的时候想着再涨高一点，是吧？没想到结果犹豫了几天，是吧？然后开始下跌了，一直到现在，等于说是现在是急用钱，没办法。现在要还房贷啊，又要还房贷，没办法了啊。那你现在仔细算下来的话，你这太亏了，是吧？你真的是很亏啊！你以前300多入手，现在还是300多，400多的时候你没卖掉，真的是太亏了，我都替你亏的慌。是的。所以说以后买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跟风。可以，200多万，没问题，可以。我说实话，你这是我们的大客户，还可以啊，可以，不错。这个是什么东西？我们一家人都不认识，在家里整整放了50年了。这次打扫卫生又把它翻出来了，我感觉应该很值钱，所以就果断地拿出来鉴定。一位30多岁的男子铿锵有力地说着，我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男子看后有点半信半疑，说给这点钱也太可笑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店里也不是太忙，坐在店里看到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在店门口来回徘徊，好像要进来又不想进来似的。我微笑地走出去搭讪，男子说自家有一样祖传的东西要卖，害怕我们金店不回收了，所以一直没好意思进去。边说边把一块黑乎乎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男子递来的这块东西，重量确实是很轻，不认识的话第一眼看上去肯定以为就是一块木头，细看凹凸不平的地方也有纹路，翻过来看上去像是什么化石似的，心里想这一定是瘦小的马蹄。至于男子说是一样祖传的东西，究竟不知道男子家里是做什么的。原来男子今年是30有余，小的时候经常见这块东西，至于是什么，家里也没有人能够说得出来，一直在老宅子抽屉里放着。上5年级的时候，随家人外出上学，前几天回老家收拾卫生，又发现了这块老东西，想着也许是过去的古董，所以果断地拿回来换钱。听着男子讲述着这块东西的来历，我才发现他是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确实认识这块东西的人不多，很多人都以为叫不上来名字，应该会很值钱，所以我当时直接笑了起来，说这个就是驴蹄子。现在农村养驴的人家不多了，所以大家见的也就少了。弄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之后，男子这才恍然大悟，说几十年的疑问，今天终于给解决了。看着他很知足的笑容，我就知道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自己家放了几十年，现在应该能值多少钱。我直接也是急性子，在计算器上打出50的数额，
男子看后一直在挠头，一般挠头就意味着拿不定主意，半信半疑地笑了起来，说就给这点钱也太少了。按他的意思，既然是很少见，应该能值钱的。我向他果断地挥挥手。就这样，男子拿着驴蹄子走了。看完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受。我还是那句话，本身不值钱的东西，就是再放几十年，终究还是不值钱。大家觉得呢？